给了我爬光的眼，同赤裸，是凉的，是暖的，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情丝缠执着。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，冲破挣脱，何以变成些善恶？曾有片刻碎落，以爱问上日何？我的存在不会因荆棘而予以残破。几日不见，你也开始称孤道寡，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上次见你还是威风凛凛的叶小将军，短短几日，将军憔悴了。若我现在杀了你，或者将你活捉带回去，我叶家又要添一笔功勋。那你大可试试，看看究竟是会平步青云，还是圣王会忌惮你功高震主。后世凶吉不妨再论，我今日斩了你，倒是为天下除害无益。叶青羽，孤也是在圣国为之多年，圣王生性多疑猜忌，你我都十分清楚。叶家早已是危如累卵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我叶家是圣国子民，不是你一两句话就能挑唆的。的确，叶家的一切本就是拜他所赐。若只是叶家受了些委屈，你叶青羽不是不能忍受。可是这天下有多少百姓如同在叶府为婿时的我一般，一无所有，只能任人摆布。圣王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。若叶家只满足于安享君恩，任由这庸懦短视之人继续胡闹下去，天下百姓的生活只会更加困苦艰辛。叶将军，孤细细看过这些年加冠的战报，每临战事，你都身先士卒，绝不让士卒白白枉送掉性命，所以这加冠才能将士一心，雄踞于此，成为圣国的屏障。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两国相争，我不过是君王的手中之剑。将军妄自菲薄了。两国相争，所行之道视为霸道。可是叶将军，你无论是才能还是心性，都远超于此。你心怀慈悲，乃是仁义之见。若为暴君所使，是天下之祸；若从王道所向，天下可安。只是不知，将军心中是以清明气节为重，还是以黎民苍生为重？只希望天下再无烽烟，有朝一日能够重归一统。将军，朝中回信跟上次一样，说是若加官失守，便要将叶家满门抄斩。这是高祖赐予叶家的玉佩，也代表叶氏家督之位代代相传。今天，爹把它交到你的手里，记住，宁死不降，从容就义。
若不是你早会从影，锋芒实在无法敛藏。爹真希望你，就像你大哥一样，在家里吃吃喝喝，做个凡夫俗子，了此一生，多好。何必非要做什么少年英雄呢？爹，大哥能做富贵闲人，那是他的福分。我现在既担了家督的名义，那么叶家的事，我便会扛在肩上。大圣之事，天下之事亦是如此。君子当仁不让，我绝对不会吝惜自己。你呀，就知道逞英雄，还是受到的搓磨太少了。将军，进兵到城下了。叶青羽，难不成在你心中，自己的名节真的比万千将士的性命还要重？不要再说了。不知将军心中是以亲民气节为重，还是以黎民苍生为重？加官失守，定将叶氏满门抄斩。若叶家只满足于安享君恩，任由这庸懦短视之人继续胡闹下去，天下百姓的生活只会更加困苦艰辛。我为加官守教，受朝廷俸禄，自当尽心竭力守住圣国江山。但从心底，只希望天下再无烽烟，有朝一日能够重归一统。孤要做的是一统天下，结束战祸。刘副将，在。开城门。是。投降。将军。父亲，对不起，青羽不忠不孝，但求对得起天下苍生。叶将军在加官驻守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这住处竟这般寒肃。圣王生性多疑嗜杀，待收到军情，多半会株连你的家人。孤已经派人去圣都将你的家人接来，不日即可抵达景国。多谢陛下，叶某心里清楚。过去在叶家，陛下过得并不好。如今陛下没有杀他们，
就已经是以德报怨，仁至义尽了。叶青羽，姑救你家人，是因为姑不愿意见到你明珠暗头枉送性命，你明白吗？自今日起，叶青羽愿为陛下驱驰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叶将军，你愿意让姑做执剑之人，是姑之幸事。陛下，不知我二姐一切可好？姑怎么会知道？她数月前就已经离开了。二姐骄纵，以前都有得罪，还望陛下宽宥。一切惩罚，我愿替她承担。姑有些累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叶将军，请。叶惜雾，你到底去了何处？岳大叔，岳夫人，就劳烦你们照顾好她。姑娘放心，我们一直没有孩子，会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傅牙身世可怜，安全起见，还是给她改个名字吧。这孩子既然跟了你们，也该换个姓名，好好生活。我们都是庄稼人，姑娘一看就知书达理，不如就由您来取吧。对，姑娘给取吧。那就叫月牙吧，春日在天涯的涯。月牙，好名字，这名字好。这孩子笑起来啊，眼睛啊还真像弯弯的月牙。傅牙，来，快去。傅牙，你喜欢这儿吗？喜欢。从今往后你就叫月牙了，岳夫牙这个名字你只能记在心里，听明白了吗？若你来日想学法术，就拿着这封信去长泽山衡阳宗，记住哦，衡阳宗。衡阳宗，我记住了。希望有一日我们能再遇见。那我走了。姐姐，再见。加官，好啊！军情还未至，叶家一夜之间全家跑了个精光。以为这样，我就会放过你们吗？来人，给姑派队骑兵，他们生是姑的狗，死了也得埋在姑的脚下。父王息怒，加官失守，当务之急是立刻派人前去收复城池，复我大圣疆土。你不用替他们讲情了，收复大圣疆土。如今叶孝北逃，叶青羽已降，满朝上下还有谁人可派啊？说起来，出兵那日你就百般阻拦，莫非你早知叶青羽有反意？父王息怒，如今谭太监短短数月内任贤用能，省刑减负，治下海晏和亲，当下时不宜与其继续作战。不要再说这些虚言废词，不愿出兵是嫌姑活得太久，碍了你登基吗？儿臣不敢，竭忠孝，以事君。儿臣愿亲自领兵收复加官。准。儿臣临行前，
想求父王一件事。何事？冰常虽是叶家人，如今却是儿臣之妻。求父王饶过冰常性命。好吧，既然你如此重情重义，吾便饶他不死。谢父王，儿臣定岛峰饮血，不死不退。你总不和叶宵、叶青羽去景国，留在我们上都市上做奸细吧？叶家满门忠烈，真是笑话！不招人想，简直不耻！亏我以前还喝过他施的粥，真是恶心！呸！呸！给我走！叶氏亡国，不配再做全城王，撤退！今日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了委屈，以后都不会了。可通过这件事，也让我实在不放心留你在圣都。殿下何出此言？什么叫留我在圣都？冰常如今已无家人可以依靠，殿下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父王已答应我，叶家之事不会牵连于你。可如今圣国已无大将，我已请缨出战了。殿下要上战场。冰常，战场凶险，军中艰苦，你一向柔弱。殿下，天下民意汹汹，陛下就算不处置我，冰常身为叶家人，恐怕也难逃一劫。冰常死不足惜，可我怕我走了之后，殿下身边再无提己之人照顾。即便是死，我也想死在殿下身边。殿下，带我离开吧，我不想一个人留在圣都。好，战场情形莫测，但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与叶将军在京中饮茶的情形犹在眼前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真是世事无常。两国交战，受苦的还是黎民百姓。若有得选，我宁愿……小师叔，你本是方外之人，这种两国争霸的俗事，你大可置身事外。不如你回不照山吧。两国纷争是俗事。可情谊不是。你要策马疆场，用性命冒险，我便没有不去的道理。否则，回去师兄弟们问起来，我可没脸。再说，俗世间的历练，本就是一场修行。之前听他们说逍遥宗的宗训是多管闲事，我还一笑置之。如今看来啊，这是真的。撤！撤！萧凛竟然亲自来了，看来你的投降着实是刺激到圣王了。不过，孤倒是很期待与萧凛再次见面。过去在圣国，他是高高在上的六殿下，而孤只是一个受他照拂的质子。若按世人所说，他也算是孤的恩人了。六殿下仁厚，所到之处，皆有恩义。所到之处，皆有恩义，的确是他的为人。可惜，恐怕孤要做那个忘恩负义之人了。这畜生，整日只知吃喝瞌睡。若是想凭他们就拿下圣国，恐怕还得耗上些时日。天然，你再去替孤找找看，看看哪里还有更厉害的妖兽。这方圆百里内有名有姓的妖兽都被你收了，还是什么呀？
加官离漠河不远，传闻漠河自古便是一条凶河，难保水中没有妖怪。你去替姑找找看。漠河深处，当真沉睡着一只万年大妖。立刻召集国中术士，前往漠河。我跟你说啊，若不是叶小将军弃城投降，朝中无人可用，又怎么会轮到宣城王亲自带兵啊？听说宣城王青羽一向最是赤胆忠心，怎么会突然投降？哪还有今天收复这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嗨，这景国国君以前是质子，圣王不就是见不得这质子，现在都快骑到他头上来了吗？这才要打仗，叶老将军重伤，叶小将军投降，圣国国运尽了呀！若不是圣王立令之婚，咱们怎么会过这种苦日子？还管他呢！皇帝姓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景国也没什么不好。哎，听说他们军队驻扎在漠河，对战俘流民都很优待呢。二位兄台，劳烦问一下，你们所说的景国军队具体驻扎在哪里？连着几日昼夜行军，到了这漠河边上，总算能停歇一夜了。哼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方才斥候来报，有景国军队的急行军已至漠河北岸。我们这才刚站稳脚跟，难不成就要开战了？蹊跷的就是这里，明明景国的军队已经到了，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。不过，我军连日交兵收复失地。如今人疲马倦，也实在不宜立刻开战。不妙，恐怕他另有所图啊！另有所图？嗯，怎么讲？不知道，但好像是堪比当年不照山形成的大事。诸位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先准备起来吧。今日之事不容有失。是。我还有巡视的任务，烦请叶将军带他们回营吧。走吧。此事万分凶险，待阵法开启之时，还望诸位对方才那位姑娘照拂一二。是。青羽，好久不见。二姐，我已搬出圣国，无颜见你。一路走来，我都有听说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。可这段时间你究竟去哪儿了？哎，我的事说来话长。我方才看到军营里有不少术士，他们是来做什么的？不会是澹台烬又琢磨出什么旁门左道的法子了吧？被你说中了。景王让翩然帮他唤醒沉睡在漠河水底的一只大妖，招入麾下。军中已经在准备祭河仪式了。这么说，翩然也在他麾下。澹台烬一旦成功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得想个办法。二姐，祭河仪式什么时候开始？明日日出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样？可有消息？漠河河底沉睡着一只上古的大妖。澹台烬已亲自带兵出发，前往漠河。看那架势是要行祭河之礼，唤醒妖兽。上古大妖啊！
绝不能让谭太监收服他。乔师叔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要设法破去他的阵法。现在这个形势，兵马是派不上用场了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只能你与我前行而入，速战速决了。我们走。殿下，我杯子还没放呢。已经后半夜了，殿下是要去哪？为何人也不带，还行色匆匆？陛下，我们从南境找来一些懂阵法的宰相，一定能成功布阵。陛下，我已设下法阵，日出之时，河水必分，踏水而下，便能见到那妖兽。好。时机已到，开！奇怪，这礁身上全无妖气，周身却萦绕着一股怨气。长此以往，必会被这怨气所吞噬，变成一条魔蛟。如此岂不是更好？那是什么？一个破河蚌壳子。开始吧。万法焚天，混元化虚，战！天然，
太剑。快去寻找叶希雾的手下汇报，至今未找到二小姐。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没想到吧，又被我给撞了。上次你不辞而别，现在回来，竟是要和我作对。不这样，怎么让你对我刻骨铭心啊？好啊，抓住他！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二小姐，你好生勇猛啊！庞博士，陛下，我去解决他们。慢着，小李，真是许久未见。谭台信，收手吧。驱使赤翼军肆意妄为，乃有违天道之举。有违天道又如何？况且何为天道？我物尽其用，何错之有？小林，你大婚之日，我召来血压恭贺大喜，你可还喜欢？小魔神，怎么样啊？为何要这么做？只不过我想报复的人，碰巧在那日都聚齐了而已。搅了你的人生大事，就当是我欠你的。小李，念在过去你对我多有照顾，今日我不想与你为难。你现在离开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怎么，你怕了？萧凌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从小就在暗地里学你待人接物。可惜你学的并不像。没错，你我本就有着天壤之别，但是却有一处是相似的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谭台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尊贵仁善，但是你的兄弟却并不喜欢你，想要取你而代之。而我卑微凉薄，我的兄弟也想置我于死地。多浪费啊！啊！我有时候就在想，若是没有这些贤人，或许能够拥有同一个姓氏的，便是你和我了。可惜啊，命中注定，你我只能是敌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今日一定要阻止你。那就来吧，全杀了！阵法已经修补好了，继续。我们中计了，他刚才是在拖延时间。
强行唤醒杨昭。这蛟龙在此沉睡万年，是在不断经历着一种名为般若浮生的梦境。哎呀，所谓般若浮生，就是通过梦境回到过去的记忆当中，把所有的悲喜重新经历一遍，然后不断循环，令人不能自拔。所以这1万年，他一直在梦里活着。他的眼睛是怎么了？一念成神，一念成魔，这可能就是长期沉睡的缘由。这蛟龙被强行搅扰了沉眠，触发了渡劫的时机。成魔还是成神，就在此刻了。妖娇在影响他？难道妖娇要蛊惑他入魔？难道这才是500年后人间炼狱的起点？怎样才能阻止他成魔？想要阻止，只有进入他的梦境中，将他唤醒。那就试试。叶行雾，二小姐。你进去那么快干什么呀？我话还没有说完呢。怎么也进去了？哎，一旦进入般若浮生的梦境，就会失去自己的记忆，变成虾鸟鱼虫、石头棒槌都说不准，生死难料啊！我就阻止他们进。陛下就这么进去了，会不会有危险？你别犯傻，陛下生死有命，犯不着你我为他赴汤蹈火。姑娘通透，说的甚是。
咱们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啊。不过这儿确实不能再进人了，一个一个跟下饺子似的，幻境要撑不住了。陛下现在进了般若浮生，你我动起手来就是投鼠忌器。老实待着吧。你们3个对1个，一定要赢了澹台烬啊！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尽。今令尔等便立生死爱憎，入我梦中，得生般若，故曰般若浮生。若我勤加修行，有朝一日能飞升成仙，是不是也能跟随战神左右，与他一同抵挡魔君，守护山川江河？
阿九。阿九，你又跑到哪里去了？方才找不到你，父王担心的很。阿兄，我才出来了一小会儿。你这几日啊，要乖乖待在家里，不许出门。外面是莫二军厮杀的正气，等过了这段时间啊，阿兄再带你出门透气。漠河就这么一点点大，闷都闷死了。阿兄，好了好了，哎。父王和我每日陪着你，哪里就能闷死你了？哎呀，外面这仗打了好几日了，魔军还没有跨过漠河吗？是啊，父王。听闻这次是战神明夜率兵苦战，死守漠河一线，到今日是第8日，寸步未退。原来他叫明夜呀！哦，啊，这个年轻人呐，我听说过。他本来是东海的一条蛟龙，倾心苦修多年，一朝拔擢战神，力抗魔军。同为水族，我们蚌族面上也有光啊，与有荣焉。爹爹，人家是东海蛟龙，咱们是河蚌，怎么就与有荣焉了？一把年纪了还要蹭人家便宜，你害不害臊？羞不羞？你还好意思说呢你？人家蛟龙明夜有仙髓，你也有仙髓对吧？可现在别人是战神，你呢？天天赖在爹爹哥哥身边混日子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外边很乱啊，正宜闭门修炼。你呢？你今日打坐打了几个时辰？好啦，我这就去打坐。你说这丫头最近是怎么了？神出鬼没的，在家里也是魂不守舍。她到底出去干什么去了？这几日外头不是在打仗吗？一个没看住啊，阿九就溜出去看热闹了。看热闹？哼，依我看，他是去看打仗的人吧。哎呀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按理说，待他修成仙果，我舍下这张老脸也不是不可以去替他提亲试试。我们蚌族啊，世代守己，从不犯人，积攒了1000年阴德，才生出了这么一个天生仙髓的小蚌精啊！哎，只是这丫头太不用功，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够飞升啊！父王，阿九年纪还小，贪玩些也无妨。人言福兮祸所伏，如今呢，魔神临世，4州3界的前途未卜，阿九呢，就还是在这漠河水中，方能安度春秋啊。你说的也对，平安才是福啊！你去通传漠河众水族，这几日一定要闭门自守，万万不可介入外面的战事。是。魔神临世不足3月，4州3界已沦陷过半，正是战事相持的紧要关头。若有疏忽，一步退则步步退。天昊战神陨落前，将东州托付给我来守护，我不能辜负他，漠河绝不能失守。明夜哥哥，我父亲不仅将东州托付给你了，
也将我托付给你了呀。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天欢，多谢你替我疗伤，我先出去走走。袍泽们，此身寄星辰，英灵当反归。明夜，原来你在这里。你重伤未愈，切莫吹风着凉。多谢。明夜，何必与我客气呢？你守护三界众生，而天荒能做的，也只有陪伴在你身边了。时候不早了，魔族时刻都有可能突然来袭。我送你回寝殿吧。无妨，此番交战，天兵死伤甚多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明夜，原来你叫明夜，原来你就是战神，难怪打起仗来那么厉害。也不知外面战况如何了，战神今天还会不会来？突进突袭，快去突击战神明夜！快看，战神来了！
小蛟龙，你很不错。死在斩天剑下之前，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明夜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你怎么了？醒醒！你醒醒啊！明夜，明夜，明夜，你醒醒！明夜，醒醒！他怎么了？魔山方才突然现身，偷袭了明夜。明夜，醒醒！明夜，明夜，你不能死！明夜，他们追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跟我来。明夜，明夜，你醒醒！明夜，明夜，这是何地？这里是核心镇水石所在，灵气最盛，可以借此护住他的一丝心脉。那就拜托你了。你去哪儿？我一个人如何护得住他？你放心，我会为你们布下结界，掩盖你们的气息。可是掩得了气息，却掩不了形貌。若是他们再追来这里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去引开他们。
明夜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，他若死了，我以后怎么办？上古冰晶，明夜出身东海，这冰晶是水系至宝，说不定可以救回明夜性命。这小河沟中的妖灵身份卑贱，我取走冰晶，让他们能有机会为战神献出至宝，他们应当引以为荣才是。明夜如今性命危难，必须全力行事了。镇水冰晶被他纳入体内了。此人乃是战神明夜，神界多仰赖他抵御魔君。神界仰赖谁人与我漠河无关，我只知道我乃漠河之主，漠河10万水族全仰仗镇水冰晶啊！要保住漠河水族，一定得让他把冰晶还回来。爹爹，别杀他！他是被魔神重伤，性命垂危，才会吸取冰晶的。性命垂危？真巧啊！他恰巧落入了我这漠河，夺了镇水冰晶。是我带他来这里的。阿九，你说什么？我杀了他！不要！当时明夜气息已经断绝，河中唯有此处灵力最盛，我只能带他来这儿，而且还有魔神爪牙追逐在后。我去引开魔君，没想到镇水冰晶会被他吸取。你可杀了魔神的手下？是。你今日闯下了滔天大祸了呀！
父王息怒。阿爹，既是我闯下的祸，那便由我来背。若魔神前来追查，那就将我交出去便是了。你来背，父王，你背得了吗？没了上古兵境，镇水石便失去了灵源，千里漠河，浊浪滔天，满河水族皆要损伤惨重。这么多族人，你拿什么来背呀？今日漠河水族有灭顶之灾，全都是因我养女不教之过呀！我帮主自来温厚无争，如今世代因德毁于一旦，他日必将会有天理报应啊！镇水石失了灵源，是我的错，该我抵偿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阿九，阿九，回来！回来！阿九！阿九，不要任性啊！阿九，我的仙髓可以代替冰晶，作为镇水灵源，错以筑床。桑酒今日，取髓赎罪，唯愿漠河水尽不偏。阿九，阿九，阿九，阿九！父王，河中的水族都已尽数抚恤了，您不妨去休息片刻，换我来守着。你妹妹现在睡着了，我还能陪她一会儿。若她醒了，该生我的气，不想见我了。你知道吗？你妹妹从小就很缠人，她每日睡觉之前要我给她讲10个8个故事，然后揪着我的胡须才肯入睡。哎呀，那时候她那么小，头发又短又稀，就是每日缠着我，要我给她编小辫子。父王，你说我为什么要打她呢？她从小到大没受过一丁点委屈，
定是因为我打了他，他才会一时冲动。阿九不是冲动，而是长大了。她是漠河的公主，救的是自己的子民。可是他现在已经失去仙髓了。仙妖殊途，他从小酷习的就是仙法，如今没有了仙髓，他就不可能有飞升的希望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我还活着。是魔神偷袭了我。多谢阁下救我性命。战神这一声谢，我可担当不起啊！救你性命、补你仙魄的也不是我，而是我漠河用来镇水的上古冰晶。这里是漠河河底，听闻有蚌族世代居于漠河，治理一方水土，想必阁下便是一河之主了。蚌王慷慨，以宝物救在下性命，不知民业该如何报答？不，我们小小妖族怎敢与战神邀上呢？民业并未得罪阁下，还请阁下有话不妨直言。战神清贵，我等妖类本不配结交，怪就怪我那个女儿多管闲事，把你捡了回来，才叫你有了可乘之机，窃取了上古冰晶。民业并未行过盗窃之事，还请阁下慎言。喂，你是没做过呀，还是不记得了呀？啊，难道是我那上古冰晶自己从镇水石上飞进你的胸中吗？还是我在拿10万水族的安危来做筹码？讹诈你啊！我被土神弩击落时，已经没了神智，的确不记得之后发生了什么。无论你认还是不认，冰晶已经被你消耗殆尽，恐怕是抵赖不掉的。至于漠河如何，也不劳您操心了。小女桑九是引狼入室，致使我漠河失去重宝。他自知罪重，所以已经自抽仙髓，来顶替冰晶镇水去了。不知在下是否可以见一见这位桑九姑娘？我想当面与她道谢。道谢？桑九是我的独生女儿，也是我们漠河的公主。为了你，自抽仙髓，此生无缘仙道。你现在一声道谢，便飘飘然地接过去了。你便是如此答谢他，便是如此答谢我们漠河吗？只要是我能做的，我定然会尽力的去补偿他。只是不知，蚌王想叫我如何答谢漠河？桑九是漠河的希望，现在为了你失了前途。倘若你愿意娶她为妻，把她带进仙界，护她周全，我便既往不咎。
我与桑九姑娘素未谋面，更无情愫，如此草率定下终身，且不论我是否愿意，她会答应吗？他答应不答应，那是我们的家事。我现在问的是你，你呢？你愿意吗？阿兄，你来了。感觉怎么样？父王还没消气吗？河中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一切都好。阿兄，怎么了？阿九，父王叫战神明夜签下了婚书，3日后明夜会来漠河迎娶你。为什么？是爹爹安排的？明夜战神他同意了？你为了漠河水族舍了仙髓，日后再勤加修炼，也左右离不开这漠河。爹爹不愿你一生蹉跎于此，便说服明夜，答应带你去上清神域，吸髓修炼。待在漠河也没什么不好的，你和爹爹不是都在这儿吗？你就告诉我，你愿不愿意嫁去上清神域？我……阿九，你听我说，爹爹在为你选一个好的去路，但若你不愿意，没人可以逼你外嫁，你可以永远留在家里，留在父王和我的身边，明白吗？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我不催促你，你要好好思量。你若不愿嫁，我会说服父王烧了这婚书。不急，3日之内告诉我答案就好。阿兄，我嫁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明夜从未见过你，自然不会钟情于你。可我喜欢他。你果真想清楚了？我想离他近一点，看看我倾慕的战神，看看上清神域是什么样子。阿兄以前不是老说我人小主意大吗？这次就让我自己拿主意吧。还要劳烦阿兄替我操办婚礼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桑九，你只有一腔孤勇和一颗爱慕之心，无论选对选错，都得自己走下去。神君，吉时将至，婢子伺候您更衣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是。红珠姐姐，你说明夜战神是不是讨厌我们，总不让我们随时在侧？不必放在心上，
那几个东海跟来的侍从同我讲过，神君未飞升时便喜欢独来独往，又出身寒武，的确不惯被人伺候。天欢圣女这几日大约就要醒了，她在时千万别往跟前凑，免得被她看见，定没有好果子吃。她那点心思，上清神域谁人不知啊？她痴恋神君多年，眼看着新夫人就要入门，她还有什么指望？我本以为你是装傻，原来你是真傻。上清神域之内都传遍了，你没听说这婚事是怎么来的？那位啊，说是新夫人，实际是漠河的棒妖在携恩图报啊。他们说上回咱们战神掉入漠河，用了他们的。阿九，这是我养的血影珠，你何时想爹爹和我了，就用它看看我们吧。我来试试，看看我阿爹现在在干什么。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。阿爹，阿九，明夜战神，临行在即，我漠河有一威严相告。或许在你神域看来，我们不过漠河众生，如浮萍缥缈微尘一般。可阿九是我父王眼中的宝贝独女，阿九生来胆小，却连杀4魔救你性命。漠河急迫，却献出冰晶为你疗伤。从今往后，你若敢心存轻慢，薄待阿九，即便你是战神，我也一定要为他，为漠河讨个公道。你是何人？我叫桑佑，是阿九的兄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一定会幸福的。我想借天边那轮降落微弱的雪月，选一支银蝶，悬江之风雪，宣布何时以离，忘我的一切，选一场梦，滴泪交换你心愿。要不然我们就这样10000年，把时间迫在说再见之前，有你浅笑的天。
瞻仰一万年，把时间迫在说再见之前，有你浅笑的甜，我的泪只眼，做你的欢和我的亏欠。你刻着凝着的灵魂，情怀雨过沦陷，一颗心被爱恨撕裂，也不堪飞跃。刻着你铭心的一眼，如痛如骨的一剑，如愿似箭无限。荒原的沙滚过思念，我翻涌的念，梦一场色手的幻觉，心碎恨已万千，只因那情人的爱九界归游，未有斩题，倾慕之至，难以名言。喜今日赤绳系定，珠联璧合，今以白头之约，书向红笺。明夜与桑酒，今日成婚，此敬告天地。如今是我问你，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可怜我女儿，为了救你失了仙髓，还杀了魔兵。若魔神追究起来，她只怕连命都要没了。我可以答应你将桑九姑娘带回神域，为她洗髓疗伤，护她周全。你窃取兵精，我如可能信你？保不齐你又要哄骗小九，哄骗漠河。此事我确实一无所知，还望傍王莫要纠缠。哎呀，那你便签了这婚书，我方能信你言而有信。这下可以了。战神办事真是痛快。漠河水浅，招待不起真龙，恕不远送啦。神君，夜已深了。知道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
哟，这河中爬出来的小棒精，好像还真没见过什么世面呢。这小河沟里出来的，还能指望有什么眼界？恐怕活了100年纪啊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咱们神域是什么模样呢？神君，你们2人为何不提醒他一句？回神君，方才见夫人玩心正盛，怕扰了他的兴致，才一时忘了出言提醒。哎，明夜战神。桑九姑娘，桑九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明夜战神，姑娘以后叫我明夜便是。明夜，我昨晚一直在等你，总是不见你来，就一不小心睡着了。你后来回来了没有？我是不是睡过头了？抱歉，其实我昨晚就应当对你说清楚的。我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并无缘分，虽结为夫妻，但并非出自本心。我想，姑娘心中也应当是如此吧。你我既无夫妻之实，日后行事，不如就先约法3章。其一，这玉清宫你可随意出入，你的寝殿我不会踏足。你我日后各行其事，互不侵扰。其二，你名义上虽是我的夫人，但绝不可借此威逼欺凌他人。其三，姑娘日后若是有心仪之人，大可另择佳偶，我会向傍王修书一封，与你和离。军中事忙，恕明夜不便奉陪。红珠姐姐真给你说中了，这么看起来还真有点可怜呢。有什么可怜？他们棒族挟恩图报，敲咱们神君竹杠，自然要自食其果，难不成还要给他好脸色？说起来，还不知道那小棒精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桑九。桑夫人，桑夫人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绿萼，她是红珠。2位姐姐，我其实是有事想请教。你们可知道明夜战神平日里有什么喜好？
若我想多多亲近他，我该如何是好？神君好像也没有什么喜好，也不大喜人亲近，平日里不是练兵就是打仗，辛苦得很。所以天欢圣女常常以灵草煲汤制药给神君补养身体，还有……夫人，我们只是小小仙婢，哪里知道如何亲近神君呢？我明白了，原来他爱练兵打仗，那如今成了亲，我也不能再躲懒贪睡了。明日起便勤练兵器，万一破格收编，不就能日日亲近他了吗？没准打仗的时候，我还能帮上忙。夫人果然思路清奇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方才说的天欢圣女是什么人啊？天欢圣女乃是前代战神天昊的独女，也是这玉清宫从前的主人。神君跟从天昊战神征战多年，天昊战神与神君既有知遇之恩，又有同袍之义。天昊战神殒命之时，将圣女托付于神君，因此神君对他多有照拂。夫人千万不要多想。可是那个梳着高高的发髻、长得特别好看的仙女，哦，我听说她还昏迷着，我能去探望她吗？圣女还在碧寒殿闭关，恐怕不便探望。好吧，那等她醒来，你们记得告诉我，我去看看她。可是战神麾下皆是仙兵，不可能收一个没有仙髓的小妖的。嘘。繁星时，抬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时，花散间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影时，随云时，怀抱一只蝴蝶。不得是浊水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语开过的花，也算到说梦话。情丝盘几卷，一岁无碍，欲保有无尽的后怕。经历万千时光走马，独行过一瞬悲哀呀。此去了满身鸦羽不杀，前程如月光无瑕。你听那一无语气的话，如同众生繁华。无论走多久，心之风沙，那月光与我是铠甲。我记你来时带着伤疤，也试着温柔活一下。此去了满身鸦羽不杀，那恨过的钟呀。浮生笑。